你知道为什么过年不能杀怀胎猪吗？杀年猪是东北的习俗，可杀年猪也有杀年猪的规矩。舅舅是个财奴，家里的公猪年前都被卖了，就剩下一头7、8岁的老母猪。那猪被抬出去的时候，跪在了地上，眼泪巴巴。可舅舅还是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。开膛破肚的时候，老母猪肚子里竟是一只刚成型的小猪仔。杀猪匠脸都吓白了，怀胎猪这村子要完了。我们家杀年猪杀出小猪仔的事情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，不少人都来围观，纷纷指责我舅舅，好好的杀年猪为啥要杀老母猪？你不知道这是忌讳吗？你不怕出事，我们还怕呢。我舅舅根本不理他们。之前也有不少人家因为公猪卖完了去杀老母猪，只是没杀出小猪仔，也就没人提及这个事儿。他们喋喋不休的让我舅舅赶紧把猪买了，再做一场法事，省得将来出大麻烦。舅舅指着他们骂道：你们又不是没杀过老母猪，杀出小猪崽咋了？我家的猪，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谁想埋了做法事？来，给我家送一头猪，这猪你们拉走，杀猪的钱我都不管你们要了。听说要用自己家的猪来换，其他人纷纷闭嘴了。农村穷一头猪不是个小数目，要不是没办法，谁也不愿意杀自家的老母猪。舅舅看了看他们，唧唧歪歪的杀都杀了，还来说个屁！他指着村东头的赵老六：你最没资格说这话。我说去你家赊一头猪，过了年就给钱，我没办法才动这老母猪的。赵老六气得扭头就走，其他人也都纷纷散场了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外婆才出来劝舅舅，要不这猪别吃了，毕竟这事儿传了这么多年，也不能是空穴来风。舅舅看了看舅妈，又看了看外婆，妈，我也不想吃，但是这大过年的不吃它就没肉了。你儿媳妇还怀孕呢，也需要营养。外婆觉得舅舅说的也有道理，便不再劝了。外婆回屋子的时候，舅舅赶忙跑过去：妈，这事儿别告诉我老婆，她还怀着孕。我寻思小猪仔给她烤了补一补，她听了该吃不下去了。这下连我都吓了一跳，吃了母猪已经很过分了，小猪仔竟然也要被烤了。但是外婆想了想，点头同意了。农村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怀孕期间补身体，这小猪仔的确是很好的。很快舅舅就分好了猪肉，弄了一大锅的酸菜炖猪肉。小猪仔被烤得外酥里嫩，闻着都直流口水。可看过了杀猪的过程，我实在是没心思吃。吃饭的时候，舅舅胆子大，动了第一筷子，舅妈也是胃口大开，将一整只烤乳猪全都吃了下去。可是我脑袋里始终是那母猪下跪的场景，一口肉也吃不下去。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等吃过饭，舅舅走到我身边，递了一支烟给我：大外甥，啥事别往心里去，你别以为猪是什么好东西，心里不忍。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看过，那猪饿得没东西吃的时候，连自己的崽子都啃。咱们不吃它，要是有天你倒在猪圈里，指不定他们还吃你呢。我吓了一跳，看向舅舅问道：真的假的？舅舅点头。猪啥都吃，饥荒的年节坟地都被猪拱了，那玩意馋肉。抽完烟，舅舅就回到了屋子里去。我在外面撒完尿，看到了隔壁的猪圈，仔细看那猪的眼睛，果然和舅舅说的一样，贼溜溜的看人，就像是看食物。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脑海里始终是猪的模样。平日里可可爱爱的猪，怎么那眼神如此奇怪？我翻过身，打开手机，把自己的疑惑发到了网上。很快就有人给我解答，他说他家以前就养猪，后来那群猪开了荤，就直接全杀了，就地掩埋，从此以后对猪敬而远之。这话说得很笼统，我直接私信了那人，他苦笑着告诉我，当初之所以不养猪是发生了怪事，但是有些话发不出来，只能靠我想象。那时候他爹喝多了酒，直接睡在了院子里，家里的猪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猪圈外面，没多久他爹就被痛醒了，睁眼睛的时候自己的手指都没了一根。那猪红着眼睛冲向他爹，他爹吓得够呛，拿起了旁边的铁铲，猪这才灰溜溜的回到了猪圈里面。这时候他爹才发现猪这东西聪明的很，他都知道怎么打开猪圈的门从里面出来，在猪圈里待着，那是因为每天都能得到食物。他爹因为这件事不打算养猪了，可是卖猪的时候人家不收，收猪的老头告诉他爹，这是吃了不该吃的肉，猪肉骚得很，只能埋了。他爹想要埋了的时候，猪打开了猪圈自己跑了。等找到的时候，这群猪把一个坟营地全都拱开了，那场面惨不忍睹，全村人都带着东西将这群猪活活打死，最后就地焚烧了。焚烧时候的骚气呛得人都不敢喘气。听到这事儿我心都凉了，这猪肯定有什么问题，村子里的猪估计也不是好东西。还没来得及细细思考，旁边外婆的房间里传出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我跑过去的时候，舅舅已经出现在了房间里，外婆已经被吓晕了。舅舅赶忙给外婆吃速效救心丸，然后不断的掐人中。我也给外婆捶打着胸口，帮她喘不气来。等外婆清醒，我和舅舅才开始打量屋子里的情况。我们记得白天杀猪的时候，老母猪的猪头分明被我们放在了外面的大水缸上，本想等着过几天吃猪头肉，可现在这颗猪头竟然出现在了外婆的被窝里。舅舅皱着眉：妈，你看到什么人放过来的吗？外婆声音虚弱回应：不知道，我睡觉的时候闻到难闻的味道，身边好像还有个东西，我伸手摸的时候就摸到了毛茸茸的东西和鼻子眼睛。我们也明白了，外婆这是摸到了猪头就被吓晕了，她估计以为这是人的。外婆看向舅舅，要不把猪肉和猪头都埋了吧，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。舅舅叹了口气：妈，要我说啊，准是今天白天咱们不听劝，有人想要整咱们，你等着我出去看看，要是被我抓到了这家伙，我打死他。外婆想要拦着舅舅，可舅舅却已经冲了出去。没多久舅舅就回来了，外面黑漆漆一片，看不出有人来过的痕迹。我们重新睡下，可到了半夜，外面竟然出现了哼哧哼哧的猪叫声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出门上厕所，看到舅舅裹着军大衣靠在门口的椅子上，他一夜没怎么睡觉，想要抓到恶作剧的家伙。
看着天亮了，他才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起来了就帮我看着点，我回去睡一会儿，困了。”我点点头，然后开始了洗漱。到了上午8、9点的时候，舅舅才醒来。我问他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，舅舅表示昨天晚上什么也没有。那猪叫声听着是从院子里传来的，但是找了一圈猪圈都是空的，最后一头老母猪已经杀了，家里没有猪了。倒是去看了隔壁家的猪圈，隔壁的猪都在睡觉，没什么异常。舅舅洗漱完了就一起吃饭，吃着吃着就在那碗昨天炖的酸菜里吃出了一颗牙齿。舅妈看着不禁有些恶心，舅舅辨认了一下就丢到了垃圾桶里，随口说着没事，猪牙估计是杀猪的时候猪牙掉了，做菜的时候没注意弄到了锅里。舅妈没心情继续吃下去，就回到了屋子里。可能是烤乳猪太有营养的缘故，舅妈的困意很浓。外婆说这是好事，代表孩子吸收的很好，能生个大胖小子。我和舅舅在院子里清理年货，很快我们发现不少人路过家门口的时候，眼神中都带着奇怪的意味，似乎是有什么想要说的，但是憋住了。舅舅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招呼我：“大外甥，你去卖店转转，你不是爱喝可乐吗？买2箱，然后你听听他们有没有说什么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刚要走，舅舅就拉住了我，将200块钱塞到了我的手里。到了小卖部，不少人都在谈论今天早上的怪事。他们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吃到了猪牙，要是猪肉里面吃出了猪牙，倒不至于大惊小怪，可不少人是在素菜里面吃出来的。西红柿炒蛋里出现了猪牙，这就是怪事。还有的饭菜里面出现了猪毛，导致村子里不少人家的胃口都不好。这件事被大家议论，不少人都说这肯定是杀年猪这事儿闹的。可是谁也不知道怀胎猪被杀会出现什么问题。这句老话只有上半句没说结果是什么。有人建议不行就去镇子上找一个先生给看一看，不过村子里的人穷又不是他们自家的事情，他们也不愿意花这冤枉钱。我从卖店回去的时候，外婆家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，他们拿着猪牙指着我舅舅：“都是你家干的好事，造了孽还要连累我们。你看他好端端的吃饭就吃出了这东西。”舅舅皱着眉摆了摆手：“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自家做什么和你们无关。我一没杀你们家的猪，二没占你们家的地方，别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找。”几个人还想要争辩，拉着我关上了大门。坐下以后，我才思考起舅舅的话，他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家做什么那是自家的事情，没影响到邻居，凭什么他们要说3道4的？不过很快我的想法就改变了。村子里的广播大喇叭里喊着：“紧急通知，东子家的孩子丢了，谁看到了赶紧给抱回去。”舅舅打开了大铁门往出走，我诧异的看了一眼舅舅：“咱们也要去吗？”舅舅看着我神色严肃：“人命关天的事儿，能搭把手肯定得过去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。”我点点头，也跟着舅舅一起出门。村子不大，能找到的地方大家都找了，可是东子家孩子的身影也没出现。最重要的是，东子家的孩子才5、6个月，刚会爬，怎么也不可能是自己跑出去了。村长看着东子的老婆，皱着眉问：“你没看着孩子吗？”东子老婆急得直哭，哽咽着说：“孩子睡着了，我在外面洗菜。”也有人说：“是不是有人贩子混进来了？这大过年的偷孩子的可不少。”村长白了他一眼：“瞎他妈说什么呢？咱们村今天就没外人进来。”也有人不怀好意的看着舅舅，这事儿啊，邪性指不定是惹到什么东西了。舅舅没说话，只是默默的等待着村长吩咐。可这人的一句话倒是真的让舅舅成为了众矢之的。关于招惹了邪性东西才导致孩子被抓走的说法慢慢蔓延开来，最后还是村长开口：“都别乱说话，人家自家的事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些？”村长就是村子里的天，他一开口，其他人也就不继续说3道4。村长拍了拍舅舅的肩膀：“我从小看着你们长大，相信你的为人，何况那是个意外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”舅舅没说什么，男人之间有些话不需要说得太明白。很快有人在东子家院子里抽烟的时候发现了猪圈里的红肚兜，他们告诉东子，最近咱们村的猪邪性，莫不是你家的猪进屋了给孩子？这话说的让所有人都觉得头皮发麻，可有些人倒是觉得有道理。杀老母猪的时候杀出来了猪羔子，要是猪想要报复把孩子给，这说法反而显得合情合理。东子眼睛也红了：“老子把这东西杀了，看看是不是这东西害了我儿子。”说着一群人就把东子家的3头猪全都按在了地上。只是说来也怪，今天的猪和之前的猪不一样，3头猪全都红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按着他们的人，甚至有人被猪看得心里发慌，手上的力道都减轻了很多。可这些猪完全没有挣扎，就那么乖乖的等死，似乎他们对生死完全不在意。这诡异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。老村长走了过去，看着3头猪，那猪眼睛里竟然出现了人类的神色，他们像是嘲笑所有人一样，竟然发出了欢愉的叫声。老村长看了一眼东子，挣点钱不容易，真要杀东子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杀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是不是被3头畜生给害了。几个年轻人拿着刀子一刀下去，猪血弄得满地都是，3只猪一动没动，就那么静静的等着血流干，彻底死了。其他人都看着东子，需要东子开口，他们才能开始分割。有人已经开口了：“东子，这猪挺贵的，你自己家也吃不完，不如给我们分点。”东子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点点头应和：“大家只要能帮我找孩子，猪肉分给你们。”舅舅皱着眉，他虽然是个财奴，只要赚钱省钱的事儿都做，但是也觉得现在的情况怪怪的。在场的只有老村长和舅舅没有趁机赚好处，大家都纷纷找来了袋子，想要带走一大块猪肉。东子说了一句：“切吧！”大家纷纷动手，3头猪被一起开膛破肚。可是开膛破肚的一刻，所有人都傻了。孩子没看到，可却看到了3只小猪仔。不过和活生生的小猪仔不同，这些小猪仔血肉模糊，看起来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烫得皮开肉绽一样。血肉模糊的小猪仔都带着难闻的腥臭味。又杀出了怀胎猪，可就是个大事了。问题是这3头都是公猪，公猪怎么可能带崽子？只有一种可能，这3头猪饿极了，把别的猪崽子给吃了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他们知道猪是杂食性的，可没想到如此的凶残。大家回头问村长这咋办？村长想了想，给猪羔子埋了吧，处理的时候小心点，别得什么病。大家点点头，然后做了防护措施，将小猪仔从猪肚子里掏了出来。
小猪仔被装在厚厚的麻袋里。小猪仔处理好了，其他人贪婪地看着3头猪。他们再次对着东子开口：“孩子不在这里是好事。”东子只能苦笑，起码证明了孩子没被猪祸害了。可是孩子去哪了？这就没人能说得清了。东子没心情管猪的事，去屋子里和他媳妇问孩子的事情。外面的人拿起了杀猪刀，开始切割猪肉，一刀下去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这些猪的肉里面全是一颗颗小疙瘩，那些小肉疙瘩被刀子划破后，冒出一股股白色的粘稠浓浆，白浆之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败味道。在场的不少人都吐了。听到了外面的声音，东子再次赶出来，看到猪的景象，他愣了，这猪咋了？也没看到生病啊。有人觉得之前猪的反常举动可能就是快要病死的征兆，这种猪斗他们也没见过，但是能让猪都成了这样肯定不简单。在村长的带领下，大家将3头大猪和小猪仔一起带到了村子的外面。他们弄了一堆柴火，把猪放在了上面，点燃了火把。那些猪在火焰之下竟然出现滚滚黑烟，烟的味道让人作呕，竟然是腥臭的。大家捂着口鼻，等所有的猪都被烧成了灰烬。村长又让人将烧剩下的骨头全部埋上。卫生所的小刘大夫给每个人都拿去了消毒液，大家里里外外清理了一遍才稍微放心。我们打算回村的时候，有人跑来告诉东子：“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你媳妇疯了要杀人呢。”回村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他拿着一把剪刀，双眼通红。他看到过来的人就冲上去大声质问：“是不是你偷了我的孩子？”说完他就举起剪刀打算刺下去。村里不少人都被吓了一跳，最后大家围成了一圈，远远的看着东子媳妇发疯。老村长让4、5个大汉将东子媳妇按住，然后用绳子捆着给送回了家。东子千恩万谢。小刘大夫告诉东子，在他媳妇情绪稳定之前不能解开绳子。大家找了一圈没结果，也就没办法继续找了。我和舅舅见没什么事了，也回到了自己家。村长也报了官，就看怎么处理了。不少人又开始议论起我外婆家的事情，他们说准是我舅舅杀年猪导致的，要不才不会出现这么诡异的事情。老村长想要制止也没有用，大家私下里悄悄的谈，还说就是因为舅舅的缘故，东子家的孩子才丢了的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是没拿到免费的猪肉，心里有怨气，别的地方发不出去，只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东子竟然觉得大家的说法对。快要吃晚饭的时候，东子忽然到了家门口，他拿着一把刀，眼睛通红，大骂都是我舅舅害了他们家，举起菜刀想要拼命。然而东子这人瘦瘦小小，从小就是个病老鬼，3、2下舅舅就把菜刀抢走，然后直接丢在了院子的井里。东子还想要拼命，舅舅干脆扯下来裤腰带，将东子五花大绑起来。他也打算教训东子，甚至有些理解他，一个病老鬼能生出来孩子属实不容易，这也才让他把儿子看得那么重。不过东子还是不依不饶，他大骂我舅：“老子不会让你好过的，我撞死在你家，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住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”说完，东子一头撞向院子里的老树。舅舅手疾眼快去拦东子，被东子带得滚在了地上，手掌都擦破了。无奈之下，舅舅只能让我去报官。折腾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东子才被带走。看着东子走了，一群人还在窃窃私语。舅舅看着他们怒火中烧，大骂了一声：“都给我滚！”看热闹的人灰溜溜的散了。要不是这些人瞎起哄，估计东子也不会和我舅舅拼命。要是东子真死了，他们每个人都能算是杀人凶手。我问舅舅，这2天这么多怪事，不能真是因为咱们杀猪的时候造了孽吧？舅舅叹了口气：“我也不知道那老母猪还能怀上崽子，要是知道我就不杀了。”不过舅舅的眼神也狠厉起来，要真是我造孽了，死了我认，但是刚才要因为他们挑拨那么几句出了人命，老子不认。这天底下就没有这个道理。舅舅从屋子里拿出一份菜，放在了盆里，然后挨家挨户敲门。他告诉村子里的人，现在东子媳妇一个人在家，要是连媳妇也饿死了，东子就真死了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这事儿他看不了。他自己带着头拿了菜，其他人也必须每家出点菜。舅舅把一大盆菜和肉放在了村长家，老村长也明白舅舅的意思，让自家媳妇做好了饭去帮忙照顾东子的媳妇。而接下来的几天，村子里倒是没再出什么怪事。可就在腊月23小年的这一天，村委的老刘头死了。我们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已经是早上8点多了。昨天晚上小年夜，不少人家都喝了酒。老刘头一个孤老头子，孤苦伶仃的，没什么地方可以去，就到了村子里的亲戚家。晚上6、7点的时候，老刘头喝完了酒离开，亲戚们都觉得他已经到家了。可是没想到他死在了自家的院墙根下面，还是今天早上他亲戚走过来看看他醒酒没才发现的。村子里的人都去看，但是脸色都很难看。村长也第一时间让人封锁了现场。我和舅舅往那边走的时候，老刘头的尸体上已经盖上了白布。我问村子里的几个同龄人到底啥情况，他们的脸色都很难看。我想让他们帮我形容一下老刘头怎么死的。几个人直接跑到墙根底下吐了，不少人也在议论纷纷，说是村子里可能进来什么野兽，否则老刘头不会死得这么凄惨。大家推测是老刘头回到家，结果醉酒就倒在了院子里面，正好有野兽路过才杀了老刘头。院子里的猪圈也被打开了，里面的2头猪早就不知道跑到了什么地方去。也有一些人知道这情况了，就直接跑去了村子外面看看能不能遇到老刘头的猪。猪可是一大笔财富，要是能弄到自己家就赚了。所以关心老刘头怎么死的人不多，大多数人都在看着院子里猪的脚印，而且不少人都是后来的，根本没看到老刘头到底怎么死的。村长则是跑过来找我舅舅：“娃子，要不你看看做一场法事吧？这村子里怪事多，不少人还是觉得是你那是弄的。”舅舅虽然很倔，但是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村长，也只能苦笑说：“行叔，你都说话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老村长也点点头，
不用你出钱，村子里给你出。正说话的时候，一阵冷风吹过来，盖着老刘头的白布被吹了起来。我和舅舅都看到了那白布下面的老刘头。舅舅愣了一下，就立刻捂住我的眼睛。可是舅舅的动作有点慢，只是一眼，我就把老刘头的惨状记在了心底里。老刘头的身子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给啃得七零八碎，伤口的血液因为天气的缘故都被冻上了。不少在旁边的女人都吓得一声尖叫。这恐怖的一幕让村子里的人彻底炸了，他们直接扭头看向了我舅舅，大声呵斥：“都是你！要不是你干了缺德事，咱们村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？”甚至有人开始煽风点火。我看啊，想让这些猪安分，非得把他们一家全弄死，点火把他们房子烧了祭天，兴许咱们村的怪事就都没了。舅舅也是眼神冰冷，将我死死地护在身后。他看着眼前的人冷笑一声：“我倒是知道个办法让你们太平。”其他人看向了舅舅，什么办法？舅舅哼了一声：“把咱村的猪都杀了，不管是不是这些牲口干的，以后都没事了。”放你妈的屁！我们都指着这些猪赚钱呢。舅舅的话让村里人群情激愤，可舅舅的话其实是最正确的解决办法。都觉得是猪惹出的祸事，那就从源头解决，这没什么不对。唯一错误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做法会触及大家的利益，在利益面前，任何的危险都不再是危险。他们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舅舅一家人去陷阱，不少人甚至直接拿来了火把，打算将房子点燃。老村长用命拦在了房子外面，大声呼喊：“你们想要烧房子，就从我身上踏过去，只要老子还活着，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撒野。”老村长的威信很高，所有人都带着怒气散去。舅舅面带苦涩，老村长咬着牙喘着粗气，这世道啊，为了点钱不认亲朋了。行了，你好好待着吧，我回去了。村长回了家，屋子里的舅妈和外婆都吓得嚎啕大哭，说：“村民这么多，真发生了冲突，我们都要死在里面。”我和舅舅赶忙安慰舅妈和外婆，让他们放心，不会有事了。外婆哭着等过了年咱们就搬家，这村子容不下我们了。村长能帮一次不能次次都来帮我们。舅舅也点头，行，把这房子卖了，咱们去城里，正好和我姐做个伴，省着我大外甥过年两头跑。好半天家里的情绪才稳定下来，只是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出过年的表情。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让人心力交瘁。我们吃过晚饭以后就各自回了屋子去休息。我迷迷糊糊的睡着，梦里村民们将房子点燃，我在大火里不断的哭喊，到最后我被活活烧死。可是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竟然发现自己变成了那只烤乳猪。我猛然惊醒，而旁边的屋子里传来了哀嚎的声音。舅妈显得非常痛苦，我刚要出门去看，就听到外面的房门被打开，舅舅的声音急切：“孙姨，我老婆早产了，这可咋办？”我也是愣了一下，按理说舅妈应该还有2个月才生产，可能是这些天事情太多，动了胎气才让孩子早产。这种接生很困难，孩子可能发育的不完全，不是接生这方面的行家很容易出事。我出门的时候，接生婆已经走到了里面，外婆也过去帮忙。我和舅舅2个大男人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。我安慰舅舅放心吧，肯定母子平安。舅舅没说话，只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过了差不多40分钟，屋子里忽然出现了惨叫声，我和舅舅往里面冲，可到了门口，舅舅让我留在了外面。紧接着接生婆捂着鲜血淋漓的手飞快地往出走，她一边走一边喊着：“怪物啊怪物！”我吓了一跳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几分钟以后，舅舅抱着一个男婴走了出来，用热水洗干净，用襁褓包裹。做完这一切，舅舅把孩子放在一边，神情严肃地看着我：“大外甥，就求你点事，你在家待着，保护你外婆和舅妈。这孩子你不用管，等回来了我告诉你出啥事儿了。”外婆和舅妈都在屋子里没出来，舅妈刚生完孩子很虚弱，需要外婆照顾。我想要伸手去逗孩子，可是手指伸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孩子的眼神不太一样。正常孩子的眼神是对这个世界的懵懂和探索，但是我伸出手指的一刻，这个孩子的眼神中是贪婪、渴望、暴力，就像是当初看到那些猪缠肉的表情一样。我慢慢的靠近孩子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那孩子和我四目相对，似乎知道我发现了他的异常。我把手指伸过去的时候，他只是张着嘴巴轻轻吮吸了一下我的手指，可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感觉，如果我没有发现他的异常，可能会出大事。他这种行为就像是野兽收敛了獠牙，是为了在更强大的生物面前存活一样。我远离了这孩子，天知道这小东西到底会如何。没多久，舅舅回来了，他进屋子看了一下舅妈和外婆，然后问我没出什么事儿吧。我点点头说没事，就到底发生啥了。舅舅看了一眼孩子，然后悄悄地关上了那间屋子的门。我们走到了我的房间里，舅舅才开口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把孙姨的手指头咬断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接生孩子能有什么东西？不过我马上想到了那孩子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这孩子干的。舅舅沉默了片刻才开口，不知道，但是总觉得可能是。我也明白舅舅的顾虑，这事儿不合常理，很难相信，何况是自己的亲骨肉，就算出了这事儿，也不可能直接把孩子丢了，除非这根本不是个孩子。问题是这东西的外表就和孩子没任何区别。舅舅揉了揉脑袋，算了，先养着几天看看什么情况吧。我一咬牙劝着，实在情况不对，舅你可不能心慈手软，孩子没了还可以再生一个，要不指不定死多少人。舅舅点点头，他这个人的脾气我了解，是非对错分得清。舅舅去看孩子的时候，孩子非常老实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我笑着，他咋这么怕你？舅舅皱着眉，我抠他嘴了，看是不是他咬的人。我这才明白，估计舅舅动手的时候也没留情面，直接塞在孩子的嘴巴里面反复搅动，甚至可能都直接捅到喉咙了。这孩子觉得可能要被杀了，才这么害怕舅舅。倒是从屋子里走出来的外婆看着这孩子，神色激动。我们家终于有后了。舅舅皱着眉，留不留再看看。外婆叹了口气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这毕竟是咱们家的骨肉。外婆也看到了断指的情况，可毕竟有着亲情，她可舍不得把宝贝外孙丢了。舅舅看着外婆，神情严肃，妈，我可和你说好了，这孩子要是惹出了乱子就不能留，将来我和你儿媳妇再生一个就是了。这句话出来，外婆还没有反对，里面的屋子里出现了脚步声，舅妈的下身还在滴着血，她就冲出来一把抢过孩子，谁也不能伤害我孩子。舅妈一刻也不离开孩子，害怕我们会伤害她。
舅舅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在屋子里保护舅妈。趁着在门外抽烟的功夫，我看向舅舅，就这孩子不简单，你感觉到没有？舅妈生完孩子就变了。舅舅抽完一口烟，小声在我耳边说：“我怀疑真有什么邪性的事儿，你舅妈是被那孩子蛊惑了，那孩子可能不是人。”我也点点头答道：“但是舅妈始终护着孩子，加上外婆心软，我们只能先观察孩子的情况。连续几天孩子都显得很乖巧，吃过了奶就去睡觉，倒是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外婆也安慰我们，那天可能就是个意外，这孩子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甚至外婆还找了个理由，说可能是家里进来了黄皮子、狐狸之类的东西，接生婆接生完了刚好被那东西咬了，只是太突然，我们没看清而已。”这话说的我当然不相信，农村的确条件不太好，但是屋子里的灯还是有的，那么大的黄皮子和狐狸怎么可能看不到？当然他们在屋子里的人也没看清接生婆的手指是怎么断的，所以硬说不是这孩子弄的也没办法反对。连续过了3天，差不多腊月27的时候，家家户户也都开始了亲朋聚会，我家冷冷清清，像是被整个村子都孤立了一样。晚上的时候，舅舅心情不好喝了酒，然后带着我去卖店再买一些罐头之类的过年用。倒不是我们不关注孩子的情况了，而是因为这些天孩子没什么异常，我也再没看到那狡猾的和婴儿完全不同的目光。我甚至觉得那天可能是幻觉。可从卖店回去，我们就看到外婆一路小跑的跑出来，她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死人了，快来帮帮忙啊！”这声音惊动了不少人，我和舅舅飞快的赶回去。进了屋子，我就看到了舅妈躺在床上，已经没了呼吸，看她的姿势是在给孩子喂奶，可是现在胸口的一片都变得血肉模糊，连心脏都被掏走了。舅舅咬着牙问外婆怎么回事，外婆茫然的摇头不知道。你媳妇自己回屋子喂奶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舅舅攥着拳头，孩子呢？外婆哽咽着，估计是进来什么猛兽了，孩子也被带走了。外婆到现在都不觉得这孩子是个怪物，我和舅舅的脸色都非常难看，都觉得可能就是孩子做的。别人不相信一个刚出生几天的婴儿会自己走掉，但是我们相信，毕竟刚出生的婴儿也不可能咬掉人的手指头。村子里的人虽然过来了，但是没有人帮忙，都在幸灾乐祸。他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家的报应，他们懒得管，更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舅舅看着他们都出去吧，你们不想帮忙，我也不用你们帮忙。大家一哄而散，只有老村长走过来告诉舅舅，我家仓库里有抓猛兽的陷阱和钢叉，你小心点。舅舅点点头，叔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赶紧回家吧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村长刚要离开，我开口，我跟我舅一起去吧，也有个照应。村长，麻烦您照顾下我外婆。我和舅舅带着2把钢叉走了出去。我们村子前后没有大型森林，所以就算有野兽，最多也就是遇到野猪之类的。我将钢叉背在身后，拿着手电筒给舅舅照亮。舅舅双手抓着钢叉，一旦有猛兽可以第一时间插过去。我们在村子外转了一圈，可是没发现什么。舅舅想了想，就剩下后山了，要是找不到只能回去了。我点点头，跟在了舅舅的身后。刚走到后山，我们就发现了怪事，这大过年的竟然有好几个坟营地被挖开了，里面的棺材被打开，尸体不翼而飞。这一幕让我们毛骨悚然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连坟营地也不放过？我猛地想起了之前听到的事情，这猪饿极了，可是什么都吃得下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是不是老刘头家跑出来的几头猪干的？舅舅没说话，直接拿过来了手电筒，他叫了一嗓子：“俊俊是你吗？”俊俊是舅妈给儿子起的小名。我死死地盯着舅舅用手电筒照亮的方向，随着舅舅一声又一声的呼喊，那个方向果然出现了东西。那是一个极为丑陋的怪物，人的下半身，猪的上半身，还有一颗巨大的猪头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似乎是下身和上身不协调的缘故。那颗巨大的猪头的眼里面情感非常复杂，有野兽对于狩猎的疯狂，也有人类孩子对于父亲的依赖。不过我可以肯定，这东西兽性居多。它的獠牙上还挂着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碎肉块，猪头上的大部分毛发都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。随着舅舅的一声声呼喊，他的眼神中人类的情感越来越浓厚，他不断的甩头，想要将身上的血污全部甩下去。舅舅张开了怀抱，猪头怪物摇摇晃晃的走向了舅舅。我吓得全身是汗，这东西要是突然发怒，恐怕我和舅舅也不是对手。猪头怪物将硕大的脑袋趴在舅舅的怀里，舅舅不断的抚摸着猪头怪物的鬃毛和脑袋，怪物似乎很享受，发出了哼哧哼哧的叫声。舅舅扭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不断的抚摸怪物的脑袋，最后他的手在怪物的眼睛附近轻轻的揉搓。我明白了舅舅的意思，死死的抓着手里的钢叉，用力的刺下去。那怪物感受到了危险，想要逃跑，可舅舅用尽全力抓住他的猪头，钢叉从怪物的眼睛里直接刺了进去，一直到钢叉的尖顶在头骨上被挡住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舅舅飞快的后退，那怪物即便是受到了这样的攻击，仍旧显得非常疯狂。他不断的翻滚，鲜血喷洒出来，挂在那巨大的獠牙上，2颗獠牙像是锋利的长矛，对着四周发起攻击。折腾了起码10几分钟，那东西才算是彻底倒下。舅舅走了上去，然后用钢叉在怪物的心脏上也补了一下。我们找来了汽油，淋在了怪物的尸体上，点燃了烈火。事实证明，舅舅的谨慎是对的。火焰烧起来的一刻，那怪物竟然又开始挣扎了，可是身体被钢叉钉在地上，它动不了。火焰烧了2个小时，才将这东西彻底烧成骨头架子。舅舅颓然地坐在了地上，应该结束了吧？家里死了人，年味也没有了。杀怪物的事情也在村子里传开了，这下没有人敢来和舅舅呛声了。只是隔天开始，村子里就开始有人生病，早上还只是寥寥几个人生病，到了下午的时候，半个村子的人都病了。卫生所的大夫看了，说是染上了猪瘟。按理说猪瘟不会传给人，但是食用了有猪瘟的猪就不一定了。可是卫生所太小了，根本没有相应的药物。村子里倒是有几台驴车，本想打算将病人都送到城里的医院，可偏偏在出发之前下起了大
大雪，那暴风雪非常猛烈，直接来了一场大雪封山。我们在山沟沟里根本出不去，等村子里的人再去卫生所的时候，大夫也生病了，全村人都在这场猪瘟里生病。我和舅舅外婆倒在家里奄奄一息，其他的院子里开始出现了惨叫声。可惜我们已经没能力去探查了。我用尽全力想要爬出去求救，可是爬到了院子里我就动不了了。我的意识渐渐的昏沉，我看到篱笆墙隔壁的院子里，猪自己打开了门，哼哧哼哧的走了过来。猪的眼睛和我四目相对，那眼神中透露出疯狂和对肉的渴望。我只感觉手指一疼，猪已经咬在了我的手指上，我也在猪瘟的感染下彻底昏厥了过去。我最后的一个念头是，这辈子到头了吧。